最近的美股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畫面，美伊戰爭都打了1個多月了，按照邏輯，軍工股、國防科技股應該是可以漲很多，但是過去其中一個很火的 AI 軍工股代表 Palantir 卻在沒有收益，反而在下跌。為什麼呢？因為這次不是普通人看空，也不是小機構看空，而是 Michael Burry 出來質疑 Palantir 的估值，但同一時間，川普卻公開表態支持，直接點名 Palantir 的 war fighting capabilities。這就變成一場很罕見的對決，一邊是大空頭，一邊是大多頭，中間被夾住的是還在想現在是不是機會的散戶。所以今天我們就把這件事拆開來講 ，Palantir 究竟是跌出機會還是跌出真相？如果你手上有 Palantir， 這條片可能會幫你避開一段很傷的路。如果你手上沒有，我更建議你看完，因為今天我們借 Palantir 這個例子，講的其實不只是一隻股票，而是所有投資者都會遇到的一個陷阱。你可能不是輸在看不懂公司，而是輸在把熱門敘事物當成安全邊際。只要一家公司同時踩中 AI、戰爭、政府訂單、總統背書這幾個關鍵字，市場就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下一個時代的核心贏家。尤其是你已經有一些資產，手上不是幾千塊，而是辛辛苦苦累積下來的一筆錢。你最怕的通常不是錯過一隻股票，而是看着一個超級敘事越吹越大，最後自己在最熱的地方接了最後一棒。Palantir 最容易讓人上頭的地方就在這裡，你買的好像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個關於 AI、國防、政府、大數據、未來戰爭，甚至美國國力的超級敘事。但是真正危險的也正是這裡。當一隻股票開始承載太多情緒、立場和想象，你就很難客觀。今天這條片，我不是只想回答 Palantir 能不能買，還是要不要賣。我真正想回答的是另一個更值錢的問題。當 Michael Burry 這個精準預測08年次貸危機的大空頭說 Palantir 根本不值現在這個價，而川普又公開替他站台，散戶到底應該看故事還是看證據？如果你最近剛好也在想，這種跌下來的熱門股到底是在送機會還是在設陷阱，那今天這條片我會直接把最重要的幾個答案拆給你看。我們先把這場戲的主角全部擺出來。第一個主角 Michael Burry， 他認為這間公司現在依然太貴， Palantir 合理價格應該遠低於$50。注意這句話很重，因為4月10日 Palantir 的收盤價仍然在$128附近，等於空頭不是覺得它高一點點，而是覺得它高得非常離譜。第二個主角是 Anthropic， Michael Burry 也指出 Anthropic 正在吃掉 Palantir 的午餐。他拿來對比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增長速度。Anthropic 的年經常性收入在幾個月內從$90億升到$300億，而 Palantir 卻花了接近20年才做到約$50億規模。這個對比一出來，市場自然會有一個很直接的疑問：如果大模型公司可以這麼快把企業 AI 的價值抓走，那 Palantir 這種深度部署、深度整合、重交付的公司，未來是不是會慢慢變成舊時代的產物？第三個主角是川普。4月10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發文，貼文一出來，市場情緒瞬間被點燃，因為他不只是稱讚 Palantir， 而是直接把 Palantir 拉回最核心，也最容易令散戶熱血沸騰的敘事：國防、戰爭、政府、主權、安全。對多頭來說，這是超級加分，因為 Palantir 本來就不是一間靠情緒講故事的普通 AI 公司，它本來就深度參與政府、國防、情報、企業工作流，當總統級人物親自為這條敘事背書。對多頭來說，這聽上去簡直像是官方蓋章。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不只是大空頭 vs 大多頭，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投資世界觀在對撞。空頭世界觀說的是公司再厲害，估值太貴也沒用；多頭世界觀說的是你根本低估了這家公司在未來10年的戰略價值。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這兩邊都不是胡說八道，也正因為兩邊都講得有道理，散戶才最容易死在中間。那我們先講 Michael Burry 到底在做空什麼？很多人一聽到大空頭做空某只股票，就會以為他是覺得這間公司要完蛋，其實不一定。很多時候，真正頂級的空頭不是在否定公司有沒有價值，而是在否定市場現在願意為這個價值付多少錢。換句話說 ，Michael Burry 不一定是在說 Palantir 是爛公司，他更像是在說 Palantir 就算是一間好公司，也不代表你現在這個價位買它就划算。這個邏輯對很多散戶來說很難。因為我們平時太習慣把好公司直接等於好股票，但是市場不是這樣運作的。市場永遠在做兩件事：第一，評估你是不是好公司；第二，評估你現在到底值多少錢。公司好不等於股價不跌，公司未來很厲害，也不代表這個未來沒有早就被市場提前炒進去。Michael Burry 這次做空 Palantir，
我認為最值得大家學的，不是他看得對還是錯，而是他提醒了大家一件事：市場最愛犯的錯，不是低估爛公司，而是高估好公司。因為好公司的故事最好聽，最容易讓人自動忽略風險，最容易讓你覺得這次不一樣。尤其是 AI 這種主題，一旦再疊加國防、政府、大數據這些關鍵字，估值是很容易被情緒推得非常高的。那 Palantir 是不是就真的被 Anthropic 打爆了？我們不能就這麼簡單的下這個結論。Anthropic 很強，這一點沒有問題。大模型公司的爆發力，市場也都看到了。但是 Anthropic 強，不等於 Palantir 就會被直接替代，因為兩者其實處於 AI 生態鏈的不同層次。你可以把 Anthropic 想象成一個引擎，它強在模型能力、推理能力、生成能力、通用性和開發者生態。它的優勢是讓很多原本很複雜的事情，在更短時間內、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被完成。這也是為什麼市場現在會對它的增長這麼瘋狂，因為大模型天然有一種規模感，好像一旦飛輪轉起來，就能快速席捲大量場景。但是 Palantir 的角色從來不只是提供一個模型，更像是把數據、權限、流程、組織、任務、現場執行全部綁在一起的一套系統。它不是單純回答你一個問題，而是幫一個政府部門、一個軍方單位、一家大型企業把複雜的現實流程落到可以真正跑起來的狀態。這種能力不是一個大模型自己就能取代的。根據報道， Palantir 的平台裡部分 prompt 和 workflows 原本建立在 Anthropic 的 Claude 之上，但是因為 Anthropic 跟五角大樓在 AI 安全護欄問題上出現衝突，政府要求 Palantir 把 Claude 從系統裡移除，並且重建部分軟件。在這條新聞其實有透露出一個訊息， Palantir 在整個政府和軍工體系裡扮演的不是單一模型供應商，而是更上層的系統整合者。模型可以換，雖然會痛，會增加成本，會降低效率，會帶來短中期交付摩擦，但是整個平台不是說沒就沒了。這就像一台戰車的引擎很重要，但是你不能說引擎一換，整台戰車就不叫戰車了。Anthropic 重要，但 Palantir 的價值不只是 Anthropic。所以你問我 Anthropic 幾個月做到 Palantir 20年才做到的東西，會不會影響 Palantir 的基本面？我的答案是會有影響的，但是這個影響更像是增長預期、估值倍數和交付摩擦上的影響，而不是一句話就能判死刑的基本面崩壞。換句話說， Palantir 不是完全沒事，但也沒有市場某些極端說法那樣，因為模型公司崛起，它就會立刻被時代淘汰。這裡我們一定要分清楚三件事：第一，模型能力；第二，系統能力；第三，股價表現。市場現在很喜歡把這三件事混在一起，誰模型強就等於誰未来一定贏，誰未來一定贏就等於股價現在一定該漲。這個邏輯聽起來順，實際上很危險，因為中間至少還隔着部署難度、客戶結構、商業模式、政策風險、成本結構、估值水位、技術走勢這一大堆東西。再看 Palantir 自己的基本面，最新數據其實不弱，甚至可以說非常強。Palantir 第四季營收達到14億美元，按年增長70%，單美國市場收入達到10.76億美元，按年增長93%。美國商業收入更是按年增長137%。Palantir 同時給出2026年全年營收有望增長約61%的指引。如果你只是看這些數據，你很難說這是一間基本面已經垮掉的公司。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今天 Palantir 的問題未必是公司好不好，而是市場願意給它多少想象空間，這是兩回事。公司業績很強，不代表股價就一定不調整，尤其當市場開始懷疑過去那種超高速增長是不是還能維持，或者開始懷疑這家公司在 AI 生態裡的不可替代性，估值就會被重新定價。很多時候股價跌不是因為公司變差，而是因為市場突然意識到，原來你沒我想象中那麼無敵。這也是為什麼明明 Palantir 財報很好，為什麼股價還能這樣跌？原因很簡單，因為股價交易的從來都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後天，以及大家對很遠未來的集體想象。如果市場以前給你的是近乎神話級的估值，那你未來只要從神退回高手，估值都可能被狠狠壓縮。這個過程很殘酷，但這就是市場。講到這裡，我們就要回到我們最關心的問題，那現在到底該怎麼看？在 GMT 裡，我跟同學分享過，首先從基本面角度， Anthropic 的爆發並不等於 Palantir 會被直接取代。Palantir 仍然是一個深入企業和政府部門做垂直場景落地的系統，短期內看不到被完全取代的空間，最多是它原本很快的增長，有可能在未來某個階段放緩。Palantir 在這裡雖然有反彈，但是反彈到上升阻力曲線時就明顯受挫，
之後又因為做空消息再次下跌，而且下跌的時候成交量是放大的。更關鍵的是，股價跌破了原本那條上升趨勢線的支撐，整體仍然處於第4階段。而且最近，即使大盤在反彈 ，Palantir 仍然在200天線以下，也在所有主要均線之下。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從趨勢的角度看， Palantir 現在已經不是2024年、2025年那只讓你可以迷戀的強勢股了。你要記住，一只股票過去很強，不代表它現在還強。這句話你聽起來很簡單，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因為大部分人買股票，買到後來不是在做投資，而是在做感情。你會記得他以前怎麼讓你賺錢，你會記得市場曾經怎樣吹捧他，你會記得自己當初看對他時那種自豪感，於是你會很自然地替他找理由，替他解釋，替他辯護。最後，你不是在分析一檔股票，而是在保衛過去那個曾經很英明的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說，散戶最大的敵人不是沒有資訊，而是有太多情緒。Palantir 今天的案例最值得學的地方，不是你要不要做多它，不是你要不要跟着 Michael Burry 去看空它，而是你要不要承認市场可以同時允許一間公司很優秀，和一檔股票暫時不值得碰，這2件事同時成立。所以，如果你現在是長線基本面投資者，你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買的是什麼？你買的是 Palantir 未來5到10年在政企、AI、國防工作流、主權安全和大型組織數據操作系統裡的地位，還是你只是因為它很紅而追進去？如果你是前者，那你要接受中間一定有大波動，也要接受估值可能會被壓縮很久。你不是只看1季、2季，而是看公司能不能在多模型時代裡繼續守住它最核心的系統整合能力。但如果你不是長線投資者，你是做波段，是做順勢，那答案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在技術結構沒有重新站回強勢之前，所有由消息刺激帶來的反彈都要先當成反彈看，而不是反轉。川普發文可以短線點火情緒， Michael Burry 發文也可以短線放大恐慌，但真正決定你這筆錢安不安全的，不是哪個名人比較大聲，而是股價有沒有重新回到強勢結構。很多人說自己是看好長線，所以現在跌也不怕，可問題是很多時候你不是長線投資，你只是短線買錯之後被迫變成長線，這2者差很遠。真正的長線投資是你在買之前就已經知道這家公司會很波動，你也知道你承受的是什麼，被套牢之後才說自己是長線，那通常不是策略，那只是安慰自己。所以不要迷戀上一只股票，就算那只股票過去真的幫你賺過很多錢，當你看到它的技術走勢開始出現突兀轉弱，你該離場還是要離場。這句話對很多投資小白特別重要，因為很多人守不住第一桶金，不是因為不會買，而是不會賣。你辛辛苦苦抓到一只強勢股，賺到了，但最後卻因為捨不得，因為覺得它一定會再創新高，因為一直在等它證明你是對的，結果從大賺手到吐回去，甚至倒虧。你會發現，這其實也是我這套盈勢技術最核心、最適合普通投資者的地方。它不是要你天天神預測，不是要你每次都猜底抓頂，而是教你建立一套看趨勢、看結構、看強弱轉換的框架。因為很多觀眾不是笨，也不是不努力，而是每次都輸在同一個地方。看到名人看多就怕錯過，看到大空頭開炮又怕自己變最後一棒，結果整個操作永遠在新聞、情緒、立場之間來回拉扯。如果你想更系統化學懂如何買中強勢股，學會分辨股票的4個階段和風險管理，你可以去看我的盈勢技術公益課，課程完全免費，名額有限，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最後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影片， Palantir 到底是不是被錯殺？我的看法是，不要用這麼簡單的2分法。從公司層面看，它的基本面沒有被一句話打垮，最新業績依然很強，政企和國防場景的系統能力也不是 Anthropic 這種模型，公司一句話就能全面取代。從市場層面看， Michael Burry 提出的估值質疑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再好的公司，只要市场開始重估它未來的增長速度與護城河強度，股價就會承壓。而從交易層面看， Palantir 目前仍然不是一只重新站回強勢結構的股票，所以真正成熟的答案不是 Palantir 永遠看多，也不是 Palantir 從此完蛋。真正成熟的答案是，公司和股價要分開看，故事和趨勢要分開看。你對它有沒有感情，和它現在值不值得做，這是2回事。川普的支持可以增加敘事熱度， Michael Burry 的看空可以提醒估值風險， Anthropic 的崛起可以逼你重新理解 AI 產業鏈的分工，但真正決定你贏虧的，永遠還是你有沒有在對的時候做對的動作。歡迎你在留言區講講你的看法，你是站大空頭還是站大多頭？我們一起集思廣益。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